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易车 Racing。那么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 CDM 大混战，所以呢，我作为一个03加车主，选择一台 2.0T 前驱版的领克03，没毛病吧？同样都是呢254马力，同样呢都是马牌的 MC6 轮胎，没有四驱以后它更轻了，那它会不会更快呢？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岳。今天我被分到的车型呢叫长安 UNI-V， 与他们一样，都搭载着 2.0T 4缸前驱。我这台车虽然马力最小，但是啊，我这玩意儿有一个特异功能，叫 Super Race。一会儿我们去赛道里感受一下它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车圈子网车手王岳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台 2.0T 的奇瑞艾瑞泽。这台车呢哪都好，但是看这个轮胎，如果我要是成绩不太好的话，就赖这个轮胎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是陈哥。今天我这车应该是全场最骚，这句话不过分吧？无框车门，帕美同款电动直列大尾翼，重点是我有一颗 ELSD。今天跑赛道不敢说争第一吧，保2争1肯定是没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堂主。今天我来开引爆 R 对决剩下4位 2.0T 国产大兄弟。他们那些车呢，平常表现其实还可以，但是在我引爆 R 面前，应该还是要略逊一筹的。所以这种飞龙骑脸局其实没有什么悬念。我此时此刻更好奇的是，他们之中到底谁能拿那个第2？好像啊！没事，我们待会儿的战略呢，就是我们4个给你赌一排，你就别想过去，只要你不过去，我们都好办。咱俩是兄弟，谁才是真正的飞龙？咱俩是兄弟。你只要给我开个口子，他仨堵不住我。不可能有口子，我们4个没有口子，你就 off-road 能过，其他都没戏。我现在把刚才的话往回收，来不及了，没戏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规则呢，就是按照马力排序倒序发车位，然后静态起步3圈冲刺赛。那谁是最后？谁最后？最后是呗。啊，没戏了。所以呢，他就是最后，因为他马力最大。当时早上来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说车手阵营里面有抗越的时候，我当时心里面就踏实多了，至少我能赢一个抗越。一会儿你在赛道里躲着点我。针对你，针对你。我也真好奇，为什么节目组给我分了一个马力最小的车？咱们这个分车顺序是按来的顺序这么定的吗？应该是谁来的早，谁有选择的权利。然后你来的最早吧？我来第2。让我让给他吧。不是让你自己，你选的。主要是因为我是领克车主。对啊，因为节目组跟我说，从一而终。我说咱们这期节目都有什么车？他说引爆、领克。我说稳了，这2台车我肯定选其中一个。结果没想到我分到的是他。你今天要展示一下抗式防守，你知道吧？不是你这么想，你马力小，出弯的时候你提前开油，你还可以晚刹车，他开不了油，在赛道里都躲着点我。我不能赢，你们也别想。OK，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上赛道，干堂主！喜闻乐见啊 ，Made in China Cup 正式开跑了，有一点点 Best Motor Racing 的既视感了。起步UNI-V明显的疲软，后面的 MG7 和引爆都有弹射模式，迅速超越 MG7，这波赚大了啊！2排发车直接跑到了第1，领克03起步也不错，但是被艾瑞泽暂时的压制，UNI-V直接落到了最后1名，并且已经拉开差距了。再来看一下战地记者领克03的回放啊，弹射起步 ，MG7 和引爆的节奏都非常好，引爆被艾瑞泽和UNI-V关了门 ，MG7 直接跃居到第1，艾瑞泽这时候又回来防守领克03。来看一下 MG7 的起步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啊！同时这台车还是场上唯一有限滑差速器的车，虽然是电控差速器，但是对起步和出弯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出弯小直线，这里看一下位置啊，引爆开始发起反攻了，从艾瑞泽和领克03的夹缝中给自己闯出一条路，UNI-V也开始渐行渐远 ，T4 MG7 已经被引爆咬到屁股了，艾瑞泽还想从内线扎进来超越引爆，但是没有机会，领克03聪明的走了个外线，不参与战争，同时等一个出弯收益好的没问题，超过了艾瑞泽。来看一下回放引爆这个超越，简直就不像同一个组别的车型，根本防不住艾瑞泽想利用晚刹车和内线制造反超，但是没有机会。T5 这里如果没有入弯角度的话，会非常吃亏。再来看领克03就显得非常聪明了，踏踏实实走外线保弯速，过了艾瑞泽还追进了前面的引爆，但是引爆出弯角度更好，开油更早。车内画面可以看到领克03的动态稍显不稳定，引爆的驾驶简直是气定神闲。
这里领克03已经开始在影豹后面找机会了，但是距离还不够。这里看过去，艾瑞泽的入弯角度好像更好。T7出弯 ，MG7 早早走了一个中线，但是影豹直接抽头出来，准备和 MG7 拼刹车。来看一下 T8这个弯，两位车手怎么处理 ？MG7 还是防不住影豹，这个攻势太猛了。领克03利用后面的斗车又追进了一点点，艾瑞泽明显是错过了刹车点。看一下回放，领克03意图跟随影豹超越，但是出弯动力上的差距还是太明显了。MG7 可能放过影豹，但是不可能放过领克03呀。经过8个弯道，影豹已经完成了从末位发车到第一领跑的超越工作。车内视角带有前馈控制的影豹明显是更加从容一点。艾瑞泽还在找机会超越，但是低速3弯这里明显不是一个理想的超车点。来看一下，想利用路肩内侧的沟渠来超越啊，是不是头文字 D 看的有点多了啊？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内视角，这个想法很好，但是奈何车子它就是不给力呀。第一圈回到大支线，影豹已经和后面的车开始拉开差距了。第2名依旧是 MG7， 后面的领克03咬得很紧。艾瑞泽和尤尼威正在被逐渐带开差距。来看看5台车直线的实力，这边尤尼威的驾驶员已经开始犯毛病了，可见没选对车是一件多么令人窒息的事情。就在刚才，领克03对 MG7 完成了超越，看来直线还是领克03占一点点优势，利用尾速和晚刹车完成了对 MG7 的超越。出弯这里领克03迅速带开差距，2台车的动力差距还真的不小。影豹这里提前进入了垃圾时间，领克03没有了 MG7 的阻碍，开始奋力追击影豹。后面我们再来看 MG7 又被艾瑞泽盯上了，出弯还有一点点小失误，看来限滑差速器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啊。T7 出弯后面的领克看来已经开始迅速的接近前面的影豹了，难道是影豹已经开始热衰了吗？影豹的过热问题在全网还是比较有认知的啊，真就是一圈真难认嘛。来看一下刚刚的回放 ，MG7 这个出弯明显的推头很严重，4轮出白线，好在 T5 这里出弯很宽敞，不然直接上草了。艾瑞泽反过来看看能不能抓住机会，差一点点被 MG7 关了门，出弯角度不是很好，看来没有什么超越的机会了。T8 这里出弯，影豹和领克03看起来没有位置上面的变化，第一集团明显已经开始带开差距了。第2集团跑的还是比较紧凑的，来看看前面的低速3弯有没有什么精彩的画面。可以看到2台车咬得非常的紧，低速3弯这里虽然并不是什么好的超车点，但是是一个拉近距离和甩开对手的好位置。尤尼威这里也开始逐渐的接近前车了。来看一下车内的视角，尤尼威快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接近前方的车辆。驾驶员又开始做法了，并且挥舞拳头，好像开始祈祷了。影豹的单人表演圈时间开始了。T1这里能够看出来悬挂行程很长，能够把载荷稳稳的压在左前轮上，整个车的动态也非常的成熟。领克03这里也不差，尾部轻微滑动入弯。其实 2.0T 的领克03是一个非常好的改装底子。MG7 这里险些冲出赛道啊！来看看后面的艾瑞泽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，已经开始咬到了。这个时候影豹已经开始通过 T5 了，如果按跑跑卡丁车第1名冲线10秒后车未完成的话，那影豹应该已经能刷出一个大获全胜了。艾瑞泽这里还在找机会，紧急制动灯在狂闪， T5 这里甚至有利用排水渠过弯的嫌疑。这边影豹已经开始嗅到了后车接近的味道，开始激进了。T8 这里甚至有一些失误，心态很重要，不要慌啊！后面的艾瑞泽和 MG7 依旧是难解难分，艾瑞泽这次聪明了很多，跟着前车的线路慢慢开始追近，看看能不能完成绝杀。后半程尤尼威也开始逐渐赶上了，看来尤尼威是一个论持久战的选手，但是我们这个是3圈冲刺赛，可惜了啊！来看一下战地记者的报道。T9 这里出弯，艾瑞泽选择内线晚刹车，反过来走内线继续想偷，又走了排水渠，居然让他偷到了，完成了绝杀。来看一下回放，艾瑞泽出弯直接拉直线往 T11 里面扎，抢占位置。T11 这里正好有一个排水渠一样的结构，观察了3圈之后，终于选择在这里动手了，还是老谋深算啊。MG7 想利用加速反超，来看一下 T12 这里的出弯走了交叉线，准备大直线拼加速。影豹第1名，这个冲线是没有问题了。第2名领克03，两台车可以说是代表了国产运动轿车的标杆产品，都是好样的。后面的来看一下啊，艾瑞泽和 MG7 的直线大战，看起来出弯已经决定胜负了。艾瑞泽提前开始庆祝，第4名 MG7， 第5名尤尼威 ，Made in China Cup 顺利完赛。是的，
感觉我的 Uni 有点慢，兄弟。圣光。感觉我的 Uni 有点慢呀，兄弟。我觉得咱们两个人那个已经尽力了。我全程没有屁股坐在椅子上，我一直在蹲着踩，我就这样踩，我边踩边喊 Uni 加油啊 Uni！ 结果在直线加速，你们无情的把我甩走了。我看你后面一条跟我跟的还行，是吧？一直没有在我的这个后视镜里面彻底你那个车动力也比较拉。我这个车我感觉我是第一次开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挺超出我意料之外的。您那个车没想到这个车挺牛逼的。我看在那个位置，就是在那个五连那儿决战5连发卡弯啊。找我那轮胎也是，我那不是那个米其林那个静音胎吗？到后面感觉一热起来就是特别滑，对，就是感觉抓不住。那个位置是憋了2圈半找到的唯一的一个位置。你这个起步太流氓了，好不好？我操，从我旁边嗖一下就过去了，想挡都没机会，我操！我靠！老跑比赛嘛，就知道弹射怎么玩。我那个车也是，就是刹车已经退火了，就踩下去以后已经有那种钢片摩擦的声音。我那也是，就是我这种车你尽全力踩一定特别傻，快不了。我就各种尽全力，然后我那个车提前松。对。我开的这台艾瑞泽，它的刹车还是可圈可点的。为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一直在和那台名爵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个缠斗，它的动力比我大很多，但是每次一到这个刹车的阶段的时候，我就能迅速逼近它。这就说明什么问题，家人们？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刹车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咱们再过去看看他们在聊什么啊？名爵 MG7， 看一下轮胎，米其林的 E Primacy， 它是一个针对新能源车，应该叫 E 凌越，针对新能源车的一个静音、舒适、节能取向轮胎。就是你刚开始还好，到后面轮胎温度上来以后，那真的跟他们那什么配 PS5 的这些车，我动力很强，然后你出发的时候能感觉到那个 ELSD 给你帮助，咔咔锁一下、限一下动力，但是这个轮胎到后面，尤其是我需要到后面刹车热了起来以后，需要重刹的时候，感觉第一下那一下就是建立不起来一个很有效的刹车距离，建立不了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刹车力度，然后导致我就很保守，非常保守。加上我们又不是驻场车手，对这赛道也不是很熟，一共就跑了，这是第2次，第1次来的时候刚跑了几圈水箱漏了。所以就是人的问题在于我对这个不熟，车的问题在于轮胎。给这车 2.0T 挺好的动力，9AT 换一个比较好的轮胎的话，我相信还是能往前追一追的，至少在第1梯队不会拉到第2梯队，然后被追上追得那么惨。要不然，人太菜，车还能再进步。领克03在标定的时候，它不是按照一台性能车，它只是说我是一个动力不错的家用买菜车去标定的。只有03加可能会往性能方向再去优化一些，包括它的 ESP 的标定逻辑都会不一样。但是这个能跟住265马力的引爆 R， 能跟住专门按照就是说赛道日这种小赛道的这种调教，包括散热强化以后的这样一款车型，能跟得住它，我觉得已经可以了，不丢人，一点都不丢人。太让我感慨了，我没想到这个车真的还可以啊！我不是在说吹捧这个车啊，就是它整个那个动力，就是衔接起来那个感觉真的还挺好的。但其实就是这个车你如果没有特别尽全力的去玩命的 push， 然后超过它的极限的情况下，这个车是很好开的。反正啊，我今天开完之后，我觉得对于它的价位来说，我靠，我觉得真的太爽了，这个车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开起来还可以。我先要说一句啊，就这个车的1号啊，就算是让康总过来开，他也能拿冠军。我先说一下正式成绩，第一名大家都知道是谁吧？就这儿。你怎么跑他后边？拦不住。第2名是我，第2名是领克03。第3名是谁？第3名是王悦。就是在这个我没想到。最后一圈的最后组合弯，对，最后拓海行为，排水渠过弯，第4名是谁啊？主要这次我太难受了。康总，咱俩一样啊，咱俩对吧？分列第1。他跟
跟你说，分裂机你还能碰全呢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就是这里影豹 R 和领克是最有竞争力的，咱们仨就是陪跑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人的问题，不是车的问题？你怎么评价你的奇瑞？我觉得就是很好开，很好开，地球土冠军，实至名归。就是其实奇瑞长得是最像买菜车的，其貌不扬，这叫做秀外慧中。你听我说完嘛。我说奇瑞这个轿车虽然长得其貌不扬，对吧？但是开着，对吧？你说还行嘛？我挺喜欢这外观的啊，我可挺喜欢这外观的，我觉得挺漂亮的。我觉得我对于我那影豹 R 一开始我的期望值是非常的低的。因为这些年我受过了很多那种厂商的虚假式宣传，但是我开完这个车之后，我发现真的不是这样，这个车还挺有点东西，对，有点东西。他们做引爆 R 的时候就吸取教训，然后真的是实打实的在做这个。你们俩是不是影豹 R 的车主？我是第一次开影豹 R， 是吧？然后我今天开完之后，我就一个感觉，我觉得这个车至少是能对得起它的价格的。那接着夸夸名爵吧。名爵肯定是最闷骚的，那个排气嗡隆嗡隆的，然后那帕美那大尾翼，我就是因为咱今天没有那个暖胎圈的话，我肯定先把尾翼关了，然后在你们面前咔咔一变形，肯定特别帅。但是这个轮胎，它配的是那个米其林的 E-Prime 那个静音胎。实在是眼睁睁的看到你们吸在地上走了，我跟那滑就开不了油，我好难受啊！所以反正如果换一个轮胎再来，有信心还是能够往前追的。我刚下来的时候，我拍了一个我那刹车盘的声音，就直接那个金属摩擦音已经感觉里边卡了这么大一块石子啊！我的 Uni 也这样，我一直以为它动力会热衰，因为之前有遇到过，就夏天的时候，领克的车。到第3圈的时候，它有可能充电成绩这个尾速都不到120，就直接限扭了。但是今天还好。我们康总，其实我对 Uni 刚开始抱挺大希望的，因为在我得知我的车是马力最小的同时啊，我发现了我车有一个按钮叫 Super Race。然后打开这个 Super Race 的时候，它就给我显示 Go， 干位刹车嘛 ，Go 了之后我就发现这好像动力不太行，然后我的 Uni 呢就反复在提醒我，开车要注意专注驾驶，注意专注驾驶。后来其实我才发现啊，其实我的 Uni 是一个供年轻人，这外观非常帅啊，跟跑赛道其实关系不是很大的这么一款车啊。于是我在停下之后，它给我显示一个巨大的 Finish。那我要跟你 battle 一下了。我这台车呢，它在这个位置呢，它会时刻监控我是不是疲劳了。然后它有很多种提醒我方式，特别会整活。一会儿呢，把那个空调风开到最大，然后吹我脸，吹脸。然后过一会儿，然后自己就把那个音乐声音突然开满，然后就是一惊一吓了。我为了把这个隔绝在外，我采用了反其道而行之。我开着空调把音量开大了跟你们跑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俩的车跟他们仨的车啊，那奇瑞可以再来咱们俩，就是咱们俩的车，咱们仨的车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运动氛围的家用轿车，对，而他们俩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运动车，运动车。不，我那个不是，还有您咱家呢。对，就是咱们这些车跟性能其实都占不上特别大的边，除了影豹 R， 是吧？确实，我那个车就是80岁老奶奶来开，应该都能拿冠军。对，他骂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没法再见，算玩。OK， 今天的一车 Racing 玩得非常的开心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